大家好，我是小高姐。今天我们来做酸豆角炒肉末。我们从腌酸豆开始做起。腌泡菜很容易，我告诉你几个要点，而且适用于腌制其他泡菜。第一，首先你要搞清楚乳酸菌的菌种从哪里来。泡菜是密闭腌制的，所以它不是从空气中来的，也没有用泡菜引子，它是蔬菜表面自带的乳酸菌。所以呢，你不要用开水烫菜，会把乳酸菌烫死的。而且呢，尽量避免使用农药或者是杀虫剂喷洒过的蔬菜。第二，有了菌种，它需要养料生长繁殖。乳酸菌生长繁殖需要糖，豇豆的含糖量不高，所以我搭配了含糖高的红萝卜。其实泡菜很多时候呢都是各种蔬菜一起泡的，你也可以用水果或者淀粉类食物，米汤、面汤，淀粉分解之后呢就是糖。第三，有了养料，它需要合适的生长环境。室温20度到30摄氏度呢是比较适合乳酸菌发酵的。第四，有了生长环境呢，要防止杂菌来搞破坏。乳酸菌有天生的自我保护功能，它代谢糖产生乳酸，酸性环境本身就抑制杂菌的生长，所以呢，把菜叶都压在水面以下，泡菜水变酸之后呢，可以保护菜叶不受杂菌侵害。另外，乳酸菌是无氧发酵。密闭容器就减少了空气中杂菌对它的干扰，同时呢，也阻止了空气中的氧跟它发生反应。完全密闭腌制呢，它就不会长白膜，不过这个白膜对人体也无害。再有，一定浓度的盐呢，不会影响乳酸菌繁殖，但是在泡菜初期，泡菜汤变酸之前呢，可以抑制杂菌的生长，对泡菜也是一个保护的作用。我们万事俱备，就缺时间。7天到10天就变酸了，变酸之后放到冰箱冷藏，停止发酵。泡菜汤一旦变酸，杂菌是很难再侵袭的，所以在冰箱里可以保持很长的时间。我今天整体讲了一下发酵的过程，还有一些细小的点，我放在视频下面的说明栏里。泡菜腌好了，我们来炒菜。酸豇豆切碎，还有泡姜也切碎。再来一些葱末、蒜末，鸡腿肉剁碎，放入调料入味儿。老抽上色，搅拌均匀，用淀粉裹住，最后倒入油，把肉末打散。多倒一些油没有关系啊，一会儿热锅凉油，相当于你把油提前倒入鸡肉里头了。先来炒肉碎，锅里薄薄一层油，不是特别热的时候倒入鸡肉碎。鸡肉里面提前放入油呢，很容易炒散，而且一点都不粘锅。这个方法比较适合炒鸡肉和牛肉，可以炒出来非常嫩的肉碎。鸡肉变颜色就出锅，它没有完全熟，盛在碗里呢，余热还会继续加热。锅里再次倒油，油不热放入干辣椒，小火煸炒到刚刚变颜色，它香味就出来了。放入葱姜蒜。炒香之后呢，放入豆瓣酱，也炒出香味儿。锅里呢，这片底油的味道已经很香了。放入酸豆，火调大，多炒一会儿。酸豆是从泡菜汤里头捞出来的，它比较湿，把里面的水汽炒干，让底油的味道侵入酸豆里面就好吃了。最后放入肉末，翻炒均匀出锅。做这个菜用了10天时间，主要是泡菜需要的时间长。发酵产生的酸味不是加醋就可以代替的，发酵给这个菜呢带来了特殊的味道。葱姜蒜和豆瓣酱的复合香味，加上软嫩鲜香的肉碎，这个是家常菜里最好吃的一道菜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是小高姐，我们下集再见。